杜西斯和苏无忌循声望去，一个身穿黑色战斗服的娇俏身影已经映入眼帘。他那战斗服很是修身，腰间的武装带把那柔韧曲线展现得无比清晰。这女人足蹬黑色长筒战斗靴，戴着贝雷帽，英姿飒爽，气质动人。那绝美的面容和这一身利落的打扮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却产生了一种更强的视觉冲击力和生理吸引力。她由内而外地散发出了一股高贵的气质，和她相比，似乎夜空之中的月亮都相形见绌了。来者正是迎月的杀手教官艾斯戴尔。杜卡罗的新兵队长杜西斯抽了一口雪茄，盯着10米之外的美人看了看，似乎是仔细回想了一下，才露出了恍然的神色，道：哦，多年的老朋友了，真是难得，你竟然也出来了。艾斯戴尔缓缓走来，边走边说道：我和你可从来不是朋友，甚至都没有交手过。杜西斯笑道：你这位传说中的杀手教官已经很久没有在一线出现过了吧？哦，不对，我听说那次阿曼德死在了莫桑科罗岛，就是与你有关。我即便不在一线出现，也终生都是银月人。艾斯戴尔说道：而你应该已经退出杜卡罗很多年了，不应该再来趟浑水。杜西斯咬着雪茄说道：我只不过是来杀一个并非出身银月的小家伙而已，你这位杀手教官没必要亲自亮相吧？话虽如此，但他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畏惧，哪怕已经知道阿曼德可能死在这个杀手教官的手中。此时艾斯戴尔已经走到了苏无忌的身边，当那个年轻的身影映入余光之中，他竟是露出了一丝轻笑，因为他不是个普通的小家伙。然而下一秒，杜西斯的眼睛便控制不住地瞪圆了，因为漂亮教官的柔韧纤腰竟是被一只手臂紧紧搂住了。我可不喜欢别人用小来形容我，不管是年龄还是其他。苏无忌说着，另外一只手也环住了艾斯戴尔的后腰。他的双手一拉，两人的站姿便变成了正面紧紧相贴，上下都对齐了。这一刻，那位强大的杀手教官的表情开始有了变化，眼神瞬间开始变得柔软了下来。这一抹温柔的眼光似乎只为身前的青年而流露。被他紧紧抱着，曾经在印度洋上空所经历的一幕幕已然不受控制的在脑海之中浮现出来。我的戴尔，好久不见，你想我了吗？苏无忌问道。艾斯戴尔轻声说道：想了。被这青年这么一搂，他的身子都要软下来了。对方要是再多说几句简单又热烈的甜言蜜语，他还怎么和敌人战斗呀？苏无忌抬手捏住了艾斯戴尔的下巴。那有没有每天想？有。艾斯戴尔轻轻点头。何止是每天想，简直是早晨起床和晚上睡前都会想，想被他折腾。此时这位强悍的杀手教官竟是在苏无忌面前乖得不可思议。不仅是杜西斯觉得眼前的场景太离谱了，那米凯莱和弗莱根都完全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银月的超级大佬级人物和暗影天王竟然有一腿。可是紧接着让他们更加难以置信的场景发生了。苏无忌伸出了一只手，捏住了艾斯戴尔的下巴，随后低下了头，嘴唇直接印到了对方的红唇之上。艾斯戴尔微微扬脸回应，虽然只是接触了2-3秒便分开了，但那3名杜卡罗高层分明看到两人居然都伸了舌头，吻的那叫一个热烈缠绵。
杜西斯本来还饶有兴致地看着这场景，可他忽然想起来，自己好像已经很久都没有碰女人了。差不多可以了吧？他兴味索然，把雪茄一扔，问道。苏无忌说道：当然还不够，不过我是个体面人，总不能当着你们仨的面办那种事情吧。艾斯戴尔的俏脸已然红了一些，只是有着夜色的遮掩，还不太能看出来他脸色的变化。但先前那一股凌厉的气势，明显已经柔和了许多了。苏无忌所说的事情，他当然也是非常想配合。这种事情总是食髓知味的，一旦体会到那种快乐，就会时时想念。苏无忌在印度洋上所带给他的愉悦感，哪里是当初和梅根那种磨磨又蹭蹭所能相提并论的？杜西斯啧啧说道：真羡慕现在的年轻人呢。艾斯戴尔看向苏无忌，声音重新变得凛冽了些许。都交给我。苏无忌抬手在他的腰部之下拍了拍。没必要。艾斯戴尔，你拍哪儿呢？这声音里明显带着一股微微的娇嗔之意。这种事情得交给男人来。苏无忌说道。你是女人，你站在我后面。这简直是句在偶像剧和霸总文里老掉牙的台词，但偏偏艾斯戴尔没听过。哪怕是再强大的女人，都渴望着小鸟依人；哪怕再成熟的女人，也梦想着有一天能重回少女时代。尤其是在那么多强敌的面前，苏无忌此刻的表现又和月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让艾斯戴尔越发觉得自己没选错人。你退开一些。苏无忌把艾斯戴尔拉到了身后。他知道，当初在莫桑科罗岛上，艾斯戴尔对战猎杀者体系的创始人阿曼达之时受伤不轻，这才过去了不到1个月，那些伤势不可能完全恢复的。而这位新兵队长明显给苏无忌带来了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其真正实力说不定不在当初的阿曼达之下。远处一棵大树的阴影之下，一个身影正靠着树干，举着望远镜，默默地看着此景。正是那位带着变声器的司机。此刻这位旁观者明显有些凌乱了。怎么还没打起来就直接亲上了？这我要不要发在战报里？于是这司机拿出手机打了一行字：暗影天王与银月的杀手教官是情侣关系，而且明显发生了超有益的负距离关系。手指悬停在发送键上，想了想，司机又把这一行字删掉了。不能暴露别人的隐私，我是个很有道德感的人。这司机说道。不然金明鹤那个混蛋又得嘲笑我。接连2人坠楼，警笛长鸣，酒店发生了这么大的动静，夏子熙早就被惊醒了。以他那谨慎又踏实的性格，自然不可能对苏无忌的胜果坐享其成。此时夏子熙就站在远处，单手举着一个小小的折叠望远镜，望着此景，表情之中带着些许的复杂之意。当看到艾斯戴尔来到这里的时候，他松了一口气。因为经过了莫桑科罗岛一战过后，陈曦也算是知道了杀手教官的真实身份了。曾经陈曦是杀手教官最欣赏的学生，几个银月高层甚至觉得陈曦如果不是悲悯心太强，如果能改掉心慈手软的毛病，甚至能接替杀手教官或是指挥官一职。此刻陈曦清晰地看到了2人亲吻的全过程，他的心中不受控制地涌出了一股老陈醋的味道来。
毕竟从各方面来讲，苏无忌都算是自己的菜，完全长在审美点上，又总是从天而降地救下自己。可偏偏自己也没有什么恋爱经验，即便想要主动进攻，也不知道该从何处着手。由于老夏的家教太严，夏子熙即便内心之中对这种教育模式有着很多的反抗欲望，可终究骨子里还是个很传统的人。看到苏无忌和教官已经发展到了这种如火如荼的程度，他甚至觉得自己好像不应该插足了，那不就变成知三当三了吗？然而就在夏子熙正陷入纠结的时候，远处的苏无忌忽然渐动了起来，他几乎是宛若瞬移一般，从艾斯戴尔的身边转移到了弗莱根的旁边。之前弗莱根连续受到苏无忌的2次重击，已经被打得吐血了，战斗力直接被干掉了30%左右。而这一刻，苏无忌的紫色软剑犹如鬼魅一般，直接朝着弗莱根的脖颈缠绕而去。弗莱根匆忙躲避，不过战力受损的他移动速度已然大减，在躲开了紫色软剑的致命缠绕之后，却没躲得过苏无忌那块出了残影的重拳。砰！剧烈的气爆声已经在弗莱根的肩头炸响，他整个人完全失去了重心，被打得朝着后方飞出。苏无忌飞身追上，紫色剑芒当空暴涨10余米，眼看着那凌厉剑光就要落到弗莱根的身上。然而这一刻，杜西斯的手轻描淡写的一抬，一道寒芒从他的手中飞出，速度极快，眨眼便来到了紫色剑芒之上。叮！清脆的撞击声已经随之响起，苏无忌的剑势直接被撞歪了。他只感觉到从那匕首之上传来了极为强横的力量，让他差点没能握得住剑柄。而从其他人的视角上来看，苏无忌的身子都因为这一下而偏离了方向，斜着落向了10几米开外。双方之间的实力差距似乎太大了。这时候艾斯戴尔的脚步瞬移，眨眼之间便已经站在了杜西斯的对面。这个站位直接堵死了后者直线进攻苏无忌的可能。杜西斯刚想要移动，感受到了被艾斯戴尔身上的凌厉气势锁定之后，停下了脚步，重新站定，嘴角露出了玩味的冷笑。这个时候，被苏无忌打飞出去的弗莱根才重重地摔落在地上。他捂着被苏无忌打伤的肩膀，眼睛里满是侥幸与骇然。他根本想不通，为什么暗影天王年纪轻轻，实力却能够强悍到这种程度。如果不是队长突然出手拦阻，想必此刻那一道紫色剑芒已经把他给重创了。感谢队长相救，弗莱根说道。杜西斯理都没理。而这个时候的米凯莱忽然发出了一声惨叫，一道血光已经在他的胸前飙溅而起。因为不知何时被杜西斯随手一击打偏了方向的苏无忌已经出现在了米凯莱的身边。艾斯戴尔和苏无忌并肩作战过，自然猜到了他什么时候是佯攻，什么时候是真正的杀招。以他的实力，就算是杜西斯甩出匕首的力道再大，又怎么可能把他的身体带偏，甚至还偏离到了10几米开外。苏无忌攻击弗莱根是假，攻击米凯莱才是真的。艾斯戴尔在这种时候忽然移动，堵住了杜西斯的去路，就是为了给苏无忌对付米凯来创造出空间。
米凯莱本来看着苏无忌歪斜着摔向一边，正惊叹于队长的超强实力呢。可是后者落地之后，突然间一个大斜线冲刺，速度简直快若瞬移。那一道紫色剑芒如同夜空闪电，眨眼之间就劈到了面前。此时米凯莱的注意力刚刚转移到同僚弗莱根的身上，还想关注一下他的伤势如何，可紧接着那绚烂的紫色剑芒便充斥了他的眼睛。唰，皮肉被利刃切割开的声音响起，剧痛陡然传来，让米凯莱的身体都在控制不住地颤抖着。战斗的本能让他忍住疼痛，强行控制住身体的力量，迅速飞退。然而苏无忌的紫色长剑却是如影随形，那凌厉的紫芒在挥洒之间绚烂绽放，好像在夜空之下铺出了一道道紫色虹桥。米凯莱非常震惊，这危险至极的杀招竟然也能展现出如此的美感。而在其他人的视角上，这连绵不绝的紫光简直快要把米凯莱完全的包裹在内。后者左冲右突，用尽了浑身解数来防御，却越来越被动。艾斯戴尔惊喜地发现，这才1个多月不见，此时的苏无忌已经比在莫桑科罗岛上更强了。显然在与海瑞克和阿曼达交战过后，他从中吸收了相当多的经验，并且完全应用在了实战之中。在无穷无尽的紫色剑芒之中，米凯莱的身上又是溅起了好几道血光，他的惨叫声也是接连响起。这时候，这位超6星猎杀者才真正明白，为什么苏无忌能战胜总教官博扬和7星海瑞克，那绝对不是侥幸。对方一把紫色长剑在手，便轻轻松松地给自己画地为牢。杜西斯的眼神渐渐变了一些，他淡淡说道：弗莱根，你还在愣着干什么？你要眼睁睁地看着米凯莱被砍死吗？弗莱根受了伤，但起码还有5成的战斗力。他听到队长这么说，立刻朝着苏无忌的后背冲了过去。此时苏无忌正在集中火力对米凯莱猛攻呢，可他的背后似乎长了眼睛。当弗莱根冲到10米左右的那一刻，便赫然看到紫色剑芒竟是忽然调转了方向，朝着自己当头笼罩而来。此时看到苏无忌以1敌2，却完全占据了上风，杜西斯摇了摇头说道：他真的很优秀。当然，艾斯戴尔说道：我一直这么认为。杜西斯似乎并不着急对2个老部下出手相助，他说道：但是他好像还没有优秀到让银月的杀手教官都为之倾心的程度吧。艾斯戴尔淡淡说道：你不懂女人。杜西斯呵呵一笑：你如果不来，他现在大概已经死了。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凌厉剑芒落在杜西斯的眼中，却被他直截了当地拆解成了一个个单独且不连贯的剑招。在他的目光注视之下，似乎苏无忌那仿若瞬移一般的身形都开始变慢降速，好像已经毫无威胁。艾斯戴尔仍旧挡着杜西斯的去路。你好像并不担心2个手下的人身安全。杜西斯用对方刚刚的那句话回敬过去。你也不懂男人。一个曾是杜卡罗的新兵队长，另一个是银月的杀手教官，这2人的身份看起来还算比较对等。艾斯戴尔说道：除非你还有别的后手。杜西斯摇了摇头说道：我当新兵队长的那几年，所带过的猎杀者新人数不胜数，这2个只是其中比较出色的而已。我离开了杜卡罗。
和他们之间也就没有了什么关系了。艾斯戴尔冷冷一笑，问道：那你为什么还要回来呢？杜西斯说道：受人所托罢了，不过当年欠下的恩情，现在有人让我还，我总不能做个知恩不报的人吧。艾斯戴尔问道：是杜卡罗的总裁吗？杜西斯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不是，那位总裁可不是个擅长布局的人。艾斯戴尔从这句话里听出了很关键的弦外之音，他反问道：这是一场局？他并不了解这一次的具体情况，还以为苏无忌和杜卡罗这次的交手是一场巧合之下的遭遇战。杜西斯的语气里没有丝毫的波动，就像是在阐述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他说道：你并没发现这2天来前往墨西哥的机票都已经被买空了？艾斯戴尔扭头看了苏无忌一眼，他已经猜出来了。既然杜西斯已经这么说了，那么自己小男人的下一站必然就是要前往墨西哥。墨西哥这几年越发混乱，即便是旅游旺季，欧洲也不可能有那么多人要去墨西哥游玩的。杜西斯微笑着说道：原因很简单，这就是为了把这个小影子拖住，让他在罗马多待2天。艾斯戴尔说道：所以这次来的不只有你。杜西斯摊了摊手：那我可就不清楚了。而就在这时候，一道惨叫声从战圈之中传来，米凯莱已经摔到了20几米之外，他的表情痛苦，五官狰狞，嘴巴里在不断地往外面溢血，而这位超6星猎杀者的左肩膀之下已经是空空如也。砰！这时候一道闷响在米凯莱的身边响起，一条断臂从高空之上落下来，摔在了他的旁边。之前正是苏无忌自下往上的一剑，把他的胳膊齐肩斩断。紧接着又是一道身影从交战区域之中翻滚着飞了出来，直接精准地砸在了米凯莱的身上。这一下把后者砸得喷出了一大口鲜血。弗莱根从米凯莱的身上翻下来，躺在旁边的草地上，脸上已经没有了什么血色，就连嘴唇都发白了。这位业绩最出色的德国区负责人正在经历着人生中最痛苦的时候，他的胸口已经凹陷了一大片，身上的衣服已经被鲜血染透了。仔细看的话，会发现他的身上起码有着10几道剑伤纵横交错，触目惊心。其中一道伤口把他的腹部整个横向劈开，肠子都已经被切断了。呵，弗莱根的喘气声都已经完全变了样子，简直比拉风箱的声音还要粗得多，就像是肺部和气管里混进了无数粗粝的沙粒。他的伤势极为恐怖，生命力在迅速流逝，但是却并不会立即就死。这种缓慢接近死亡的感觉，实在是人生中最可怕的体验。苏无忌拎着滴血的紫色软剑，站在以前的交战区域中央，并未走过来。他似乎都懒得走过来查看这2人的伤势。帮我！弗莱根无比痛苦，断断续续地说道：让我死！米凯莱看了看弗莱根的凄惨模样，又看了看自己的断臂，心中也随之涌出了一股绝望。他艰难地撑着身子坐起来，咬着牙说道：好，我帮你。随后他抬手按向了弗莱根的脖子。谢谢。见到了米凯莱的动作，弗莱根的眼睛里出现了一抹解脱之意。可是就在这时候，又是一道紫色电芒从2人的眼睛里骤然闪过。
米凯莱发出了一声痛吼，因为他的右边胳膊已经齐肘而断。现在这位超六星猎杀者已是双臂尽废，他就算是想要帮忙提前结束同僚的生命，也是完全做不到了。而弗莱根看到自己没死成，眼睛里的绝望之意更浓了。苏无忌淡淡说道：杜卡罗猎杀者人人得而诛之，而你们两个能成为六星手上不知道沾了多少血，在临死之前只让你们承受这点痛苦，我已经很仁慈了。他就是故意的。魔鬼，你是魔鬼！米凯莱看着苏无忌，眼睛里满是痛苦和惊惧。他都不知道自己以前虐杀过多少人，可是当这种遭遇降临到自己头上的时候，米凯莱才知道这种滋味那么痛苦。他的心中只有无穷无尽的后悔。然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失血量如此惊人，自己什么都做不了，只能承受着巨大的痛苦，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生命走向终结。苏无忌缓缓地走到了这2名猎杀者的身边，语气里不含一丝感情：跪下求我可以给你们一个痛快。米凯莱眼睛里的绝望之意更重了，他咬了咬牙，起身跪下了。然而由于没有双臂的支撑，他跪下之后身体前倾，直接扑倒在了地上。这个姿势实在是屈辱无比。在临死之前，这个6星猎杀者所有的尊严都已经被击得粉碎，而那把紫色软剑在削断了米凯莱的胳膊之后，已经射进了广场旁边的树林深处了。带着变声器的司机正准备拿出手机发实时战报呢，动作却已经僵在了原地。因为那把闪着绚烂光芒的紫色软剑竟是直接穿透了这司机所藏身的树干。看着距离自己脑袋只有10几公分的紫色剑身，司机的眼睛里不由得释放出了危险的光芒。在这司机看来，苏无忌显然已经意识到了树林深处有人在偷窥。他刚刚的那一剑表面上看起来是在削断米凯莱的胳膊，而实际上的真正目的则是为了警告，否则的话，这紫色软剑怎么会距离自己这么近？自己的脑袋但凡再往前稍微倾一些，太阳穴就要被直接贯穿了。这家伙怎么发现我的？这司机眯了眯眼睛，不禁觉得这个年轻男人似乎比自己想象中要难缠得多。至于金明鹤所说的那句别把自己搭进去了，这司机依旧没有放在心上。不过在今晚这样的夜色之下，这司机只觉得此刻的紫色光芒有些刺目，距离眼睛那么近，此刻自己的眼球好像都有些被这紫色光芒给刺痛了。赶紧告我！摇了摇头，这司机强行压下心中那种不太愉快的感觉，伸出手来捏住了剑柄，往外用力一拔，紫色长剑随之被拔了出来，但本来绷直的剑身也瞬间软了下去。司机的手腕抖了几下，却完全掌握不好要领。龟皮面具之下的表情有些疑惑，自己的实力明明已经相当强悍，但是却完全无法像苏无忌那样，能将这把像是绕指柔的软剑随手便绷得笔直。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这司机自言自语了一句，盯着紫色软剑多看了几眼，愣了愣，随后眼睛里便是不受控制的涌出了剧烈的波动。这一把软剑难道是……他到底是什么人？怎么会拥有这把剑？这司机显然已经能够认出了这把剑的来历，心中已然掀起了
惊涛骇浪。这俩软件好像已经有20多年没有在黑暗世界里公开出现过了。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震惊充斥在这司机的心头，下意识地打开了手机的拍照功能。司机想要拍下这把剑，然后直接把照片传到黑暗世界的论坛上去，但是想了想，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苏无忌还站在米凯莱的旁边，眼神似乎是在望向树林深处。那司机相信苏无忌是绝对看不到自己的，可是总是习惯于躲在阴暗处隐藏的自己，此刻偏偏感觉到心里没底。真是个重大发现，暗影天王既然拥有这把紫色软剑，那么好像我的观察计划得变一变了。想了想，这司机还是直接将那把软剑远远扔了出去。紫色软剑划出了一道远远的抛物线，直接落到了苏无忌的头顶。后者一抬手便握住了剑柄，但是这附着在紫色软剑上的力道极为柔和，明显并没有任何的攻击性。有点意思。苏无忌又往树林深处看了一眼，随后便转过了头。显然他一早就意识到有人在树林里面偷窥。那司机判断的没错，苏无忌先前那一剑只是顺带削断了米凯莱的手臂，而其中真正的含义就是警告。苏无忌并不知道有谁在暗中盯着自己，但是实时更新的战报已经说明了一切。那用星辰歌者的账号所发的消息，现在可是把黑暗世界给搞得快要沸腾起来了。新兵队长杜西斯看到那把紫色软剑被丢出来，摇了摇头，说道：教官小姐，你们在树林里还藏了多少人？不妨让他们一起亮个相。听了这句话，艾斯戴尔深深地看了杜西斯一眼。杜西斯队长，我有点看不明白现在的你。杜西斯微笑着说道，原因很简单，就像是你之前所说的，因为我们根本不熟。并不是这个原因。艾斯戴尔却摇了摇头，他不仅武力值高，脑子更是1等1的聪明和清醒。一旁的弗莱根和米凯莱都惨成那样了，甚至米凯莱失去了双臂，为了求一个痛快，都给苏无忌跪下来了，简直把人命和尊严统统丢掉。在这种情况下，杜西斯竟然还能保持冷静，不仅什么都不做，甚至脸上还能挂着淡淡的笑意，似乎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和他没有任何的关系。这是有着正常情感的人能干出来的事情吗？哪怕对这些曾经的手下感情再淡，可大家都是出自于杜卡罗组织的猎杀者体系，怎么至于这般无动于衷？不然，你觉得我为何而来呢？杜西斯又问道。他负手而立，站在原地，似乎还没准备动手呢。艾斯戴尔深深地看了他一眼，站在你的立场上，似乎不该把关于墨西哥机票的阴谋告诉我。杜西斯微笑着说道，即便全都告诉你们，又能如何呢？毕竟我也只是来帮忙还个人情而已。此时一道惨叫声响起，本来正跪着的米凯莱身体已是控制不住的狠狠一颤，因为半截紫光已经从他的背后透了出来。在米凯莱跪下之后，苏无忌终于说到做到，给米凯莱来了一个痛快。此时这位超6星猎杀者心脏已经被一剑刺爆。惨叫之后，他看了苏无忌一眼，眼神之中有着绝望，也有着解脱。随后米凯莱的脑袋耷拉了下去，彻底死掉。
而一旁的弗莱根已经因为大量失血而昏厥了过去，用不了多久也要没命了。我本以为这个小影子对付杜卡罗那几个6星猎杀者会颇费一番功夫，但没想到简直是砍瓜切菜。杜西斯的目光一直注视着苏无忌，眼睛深处的光芒意味难明，说道：这小子真不错，如果他能活得够久，必然前途无量。你既然这么看好他，还要杀他？艾斯戴尔问道。杜西斯答非所问地说道：这些年来，我看过很多本该更加耀眼的星星，却如同流星般迅速坠落，而这个小影子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一个。遇到这么一个天才，是整个杜卡罗的悲哀。艾斯戴尔发觉，在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杜西斯似乎并没有任何的遗憾和愤怒，更没有多少所谓的集体荣誉感。杜卡罗这种组织就不应该存在。艾斯戴尔淡淡说道。呵呵，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了杜卡罗，也就没有了银月，到时候你们这些依靠银月而生存的人，又该何去何从呢？说到这儿，杜西斯的气势忽然间升腾而起，这种强大的感觉绝对超过了当初在莫桑科罗岛上所遇到的7星猎杀者海瑞克。虽然还未动手，可是艾斯戴尔觉得这个杜西斯的实力应该已经和猎杀者体系的创始人阿曼德差不多了。而这时候，一道年轻的身影已经犹如瞬移一般出现在了艾斯戴尔的身前。盖尔，谢谢你帮我挡住了他。苏无忌说道。接下来交给我。看着这年轻的背影，艾斯戴尔的眼光又显现出了一线温存。他说道：严格说来，并不是我挡住了他，而是这位新兵队长根本就没想动手。大后天才有前往墨西哥城的机票，幕后黑手由此拖住了苏无忌2天半的时间，可杜西斯却在当天晚上便出现在了罗马。那么既然如此，对方直接拖住半天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杜西斯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苏无忌从这句话之中听出了些许的深意。难道这位杜卡罗的猎杀者大佬对我们还存了友好的心思吗？杜西斯却摇了摇头，说道：很不幸，你猜错了。说着，他抬起了手，丝丝缕缕的无形劲气似乎正在掌心之上流动着，似乎有一团惊雷正在酝酿之中。杜西斯这一下和苏无忌之前对付弗莱根的那一拳竟是有点相似，但是前者掌心里的力量明显更纯粹更极致。小影子，你看我这一下是不是比你强得多了？杜西斯微笑地说着，五指开始微微弯曲，渐渐攥住了掌心之中的力量惊雷。显然，如果这一拳轰出来的话，估计这小半个广场可能都要被毁了。苏无忌盯着杜西斯的拳头，眼睛一眯，并未立刻动手，因为他忽然从杜西斯的这一拳中体悟到了什么东西，就像一道汹涌的灵光从脑海之上划过。这灵光之中所蕴含着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以苏无忌的超级领悟力，居然并未能在短时间内全部想明白，但即便只是抓住一丝，收获也是相当可观了。苏无忌并未率先动用紫色软剑，他的拳头也已经攥了起来，在他的掌心里隐隐有着闷雷般的气爆声在炸响。艾斯戴尔见到两人这般针锋相对，本想要提前出手，可他在感知了一下苏无忌的状态之后，又停下了脚步。以他的战斗经验，自然知道
接下来的一拳，对于自己的小男人而言，至关重要。下一秒，苏无忌的身形已经出现在了杜西斯的前方，重拳骤然轰出。这一下用的是全力。杜西斯站在原地，不闪不避，简简单单地抬起了自己的拳头。轰！无比强烈的气爆声陡然间响起，两人脚底下的地砖碎裂了一大片，现场简直飞沙走石，目不能视。这时候，站在树林深处的司机忽然一改平日只观察不出手的风格，大喊了一声：“小心！”因为这一刻强烈到极致的杀机忽然自远处出现，一道带着浓郁猩红之色的身影瞬间由远及近，裹挟着无穷的杀意，杀进了那一片飞沙走石的战圈之中。当那一道猩红的影迹杀进战圈之后，广场的交战区域仿若掀起了末日风暴，浓烈到化不开的杀意已是冲天而起。广场周围的路灯瞬间被震碎了一大半，就连皎洁的月光都已经被烟尘遮蔽。司机看着这惊天动地的大动静，瞪大了眼睛，立刻拿出了手机，在上面飞速打字。最新战报：猩红之神现身罗马，无耻出手偷袭暗影天王。打完这一行，司机便忙不迭地把帖子发了出去，连署名都没来得及写，便继续观战。观战之余，还得强行压下了想要出手的冲动。几公里外，金明鹤看着这战报里的无耻一词，摇了摇头。他的神秘拍档实在是太着急发出战报了，完全忘记了中立的立场，连这种表达主观态度的词都给用上去了。哪怕没有署名，可用的也是星辰歌者的账号啊。金明鹤站起身，上了一台菲亚特500，朝着交战区域驶了过去。此时，小广场上的气爆声已经犹如夏日惊雷，让人根本看不清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那强烈到极点的肃杀之气已经随着四下爆散的劲气，把周遭全部笼罩在内。轰轰轰！随着这剧烈的气爆之声，猩红和紫光的碎影满天皆是，而在这两种色彩之间，还有深沉如夜的黑，正在与那些猩红的影迹绞杀在一起。夏子熙在远处看着此景，着急得要命，可偏偏伤势未愈，这根本不是他所能参与的战斗。他只能一边紧张地观战，一边联系情报官，把猩红之神突然现身的消息告诉对方，看看银月能不能采取有效的方式来支援暗影天王。在以往银月的作战中，晨曦都是主力，可是现在却不得不变成旁观者。这一刻，夏子熙只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无力。将近1分钟的时间过去了，场间的激战还在持续着。猩红之神明明那么强大，可居然并没有取得压倒性的优势。可是现在应该算是杜西斯与猩红之神站在一边，而艾斯戴尔和苏无忌并肩作战，这2对2的比拼，苏无忌一方明显要落于下风的。那神秘司机往战圈靠近了一些，此人的目光穿透力应该比夏子熙要好。在这个距离下，终于能透过逸散的烟尘稍微捕捉到一些战斗的影迹，真是让人震撼的战斗。这也算代表了黑暗世界一线水平了。没想到，真是没想到，杜西斯竟然……司机自言自语，眼睛里还带着明显的震惊。显然现在的局面实在是太出人意料了。终于，这时候一道身影从战圈之中倒飞而出，
他的手里还紧紧握着紫色软剑，整个手臂皮肤都已经崩裂，鲜血顺着剑身长流。正是苏无忌。他的实力在同龄人中虽然已经能够算得上遥遥领先，可在猩红之神的面前还是远远不够看的，能坚持那么久，着实已经算是很不容易了。夏子熙见状，强忍着伤痛，立刻朝着苏无忌落下的方向冲了过去，几乎所有的力量都从足底爆发出来，狂奔了20几米之后，直接飞身而起，精准的当空接住了苏无忌。砰！这一下，强悍的撞击力瞬间作用在了夏子熙的胸口。猩红之神施加在苏无忌身上的力量太强了，夏子熙只感觉自己浑身上下都像是要散了架。可饶是如此，他仍旧没有放手，咬牙紧紧抱着怀里的男人，把自己完全当做了垫子，重重地摔在地上。当落地的那一刻，夏子熙直接被震得喷出了一大口血，他甚至清楚地听到了自己的骨骼发出了呻吟。苏无忌发出了一声闷哼，紧接着他也是控制不住的一张嘴，噗，一大口血直接喷在了夏子熙的领口，对方那雪白细腻的脖颈和锁骨都全部被染红，这也是老苏家的祖传异能了。晨曦同学瞬间感受到了苏无忌的体温。无忌，你怎么样？夏子熙略有艰难地说道。他那苍白的俏脸上也被溅上了好几滴血，看起来让人本能地感到心疼。没事啊。苏无忌被猩红之神的那一下给轰得有点晕头转向，他的2个胳膊肘撑着夏子熙的胸口，硬生生地起了身。这个丝毫不怜香惜玉的动作，又把可怜的晨曦压得吐了一口血。此时，小广场已经安静了不少，气爆声暂时停了下来，弥散场间的烟尘被夜风吹得淡了一些，3道身影呈品字形静静站立。艾斯戴尔握着拳，黑色战斗服之上已经沾染了不少的灰尘，嘴角也明显有着一道鲜血的痕迹，但却丝毫不影响那高贵的气质。杜西斯的左拳皮肤已经崩裂，再往下滴着血，两人身上的这些痕迹都在诉说着之前持续不到2分钟的战斗有多么的激烈。杜西斯甩了甩手上的血，冷笑着看着站在斜对面的猩红色身影，语气之中带着清晰的嘲讽，说道：堂堂的猩红之神，居然干这种见不得人的偷袭勾当，实在是有失身份。一个男人静静站着，他穿着黑红相间的战斗服，足蹬黑色战斗靴，背后系着宽大的猩红色披风，脸上戴着黑色的面具，正是猩红之神。他之前并未去南离袭杀苏无忌，而是亲自来到了意大利。你没事吧？这时候苏无忌稍微清醒了一些，回过神来，这才看到了被自己压得吐血的夏子熙。我没事。夏子熙深吸了一口气，他只觉得自己的胸腔和气管皆是充满了火辣辣的感觉，但好歹帮到了苏无忌一点，心里倒是很满意。此时艾斯戴尔诧异地看了一眼杜西斯，先前自己虽然意识到了这位杜卡罗原新兵队长的立场有些许的不对劲，但却并未想到对方居然根本不是苏无忌的敌人，而是来对付猩红之神的。如果不是杜西斯从正面抗下了猩红之神的大部分强攻，那么本来就伤势未愈的艾斯戴尔此刻必然已经是伤上加伤了。没错，在刚刚的交战之中，
双方并不是2对2，而是3打1。银月的杀手教官居然和杜卡罗的新兵队长联手了，这确实是世间奇闻。在这位天神裹挟着无穷杀意暴冲出来的那一瞬间，杜西斯把他本来轰向苏无忌的重拳临时转向，对着猩红之神轰了出去。这一拳也就意味着杜西斯之前所有不对劲的行为，此刻都有了合理的解释。是有非敌，猩红之神的实力确实极强，攻击力狂猛无边，打起来大开大合。他的身体似乎像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深渊，深渊里储存着无穷无尽的力量。即便是3人联手对付他，猩红之神也是占据了上风。他硬抗着杜西斯和艾斯戴尔的凶狠攻击，先把苏无忌给轰了出去。这小子虽然是此行的唯一目标，但那把紫色软剑太烦人了。剑招时而阳刚，时而阴柔，总是能越级而战，诡异的要命。猩红先把这小子弄出去，好腾出手来解决另外2人。当然，在猩红之神看来，挨了自己那几拳，苏无忌起码得损失70%的战斗力。杜西斯甩了甩手上的血，冷笑：猩红，你哑巴了，怎么不讲话？猩红之神静静地立在原地，又停顿了半分钟，才开口问道：为什么？这句话是问向杜西斯的，他的嗓音有些低沉，透着一股冰冷的意味。杜西斯说道：怎么着，老子就是看不上你，想干你，有问题吗？猩红之神的声音之中听不出任何的情感，你刚才所说的那句话并不是真相。其实如果杜西斯把那几个6星猎杀者拧成一股绳，再把合击战术运用得当，说不定能给苏无忌造成不小的麻烦。然而他偏偏故意指挥那4个老部下散开，反而给了苏无忌各个击破的机会，甚至还眼睁睁地看着那几人相继死掉，无动于衷。我受人之托而来，这就是真相。说完，杜西斯冲着艾斯戴尔说了一句：退远一点，从现在起，这里的事情跟银月没有任何关系。猩红之神看了看艾斯戴尔，又转头看了往苏无忌跌落的方向看了一眼，随后身形一动，只是一步跨出，他便朝着苏无忌移动了10几米。然而此时杜西斯的重拳已经轰出，那掌心之中的惊雷直接朝着猩红之神砸了过去。面对这种超绝的暴力攻击，猩红之神停下了脚步，红色披风陡然一扬，如同在身前展开了一面血色大旗。这烈烈飘扬的血旗把那惊雷一拳所释放出的无数劲气全部从正面挡了下来，四散的劲气凌厉如锋刃，再度激起了无数烟尘。我看你能挡几下？杜西斯的动作不停，冲到了猩红之神的身前，第2拳结结实实地落在了那披风之上。轰！血红色的披风已经犹如海浪般抖动了起来，一记拳头从披风后轰出，隔着披风与杜西斯的拳头狠狠撞在了一起。猩红之神反击了，2人隔着披风对轰。这一刻，今晚的月色似乎都开始了摇晃。双方对拳之后，杜西斯的身形开始朝着后方翻飞，10几米之后才落地，小腿有一半都踩在了地面之下，用这种方式才生生地止住了身形。而猩红之神往后退了一大步，仅仅是1步。然而这时候，砰！剧烈的气爆声已经在猩红之神的后背上炸响。
原来艾斯戴尔并没有退走，而是伺机而动。他的手掌中似乎带着万钧之力，毫无花哨地拍在了猩红之神的后背上，全力攻击。此时那本来系在猩红之神后背上的披风正被他挡在身前，还没来得及收回来。小心！看着此景，苏无忌和那个司机同时喊了出来。砰！艾斯戴尔这一掌命中之后，猩红之神被打得往前跨了一大步。毕竟艾斯戴尔在健康状态下，若是展开全力攻击，是能够和阿曼德周旋许久的。此刻即便他有伤在身，所表现出来的攻击力也足以撼动这位天神的防御。然而下一秒，猩红之神的身形便是猛然一鸣，原地腾空而起，长腿如钢鞭，狠狠抽向了艾斯戴尔的脑袋。这动作很快，但看起来非常简单，毫无花哨，甚至都没有引起任何的气爆声。可是内行看门道，越是这样毫无声势的攻击，实际上就越危险。面对这种致命的爆裂鞭腿，艾斯戴尔居然不退反进，而是迎着那攻击直接贴上去了。不，确切地说，他这并不是硬抗，在贴近的一瞬间，艾斯戴尔的身体瞬间软了下去，就像是变成了一片轻飘飘的落叶，完全不受力。猩红之神这一记鞭腿毫无花哨地命中了艾斯戴尔，可是前者感觉却像是踢中了一团棉花。艾斯戴尔的身形在夜空之中翻飞，虽然飞得挺远，却并未失去对自己身体的掌控，整个人看起来如同翻飞的蝴蝶，颇具美感。此时苏无忌已经冲了过去，想要接住艾斯戴尔，却见到对方凌空来了一个漂亮的翻腾，稳稳地落在了一棵大树的树冠之上。这种身法实在是精妙到了极点。苏无忌也一跃而起，想要站到树冠之上，可是之前被猩红之神打得气血震荡，脚底下力量控制不稳，直接踩断了好几根树枝，眼看着就要摔下去了。而这个时候，艾斯戴尔一伸手便拉住了他，随后将苏无忌提起来，单手揽住了他的腰。被女人这么搂着腰，这一刻苏无忌觉得自己有点小受。不远处的夏子熙看着这一对并肩而立的男女，擦了一下嘴角的鲜血，揉了揉被撞疼了的胸口，轻轻抿了抿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艾斯戴尔虽然用超绝的身法卸掉了猩红之神大部分的攻击力，但是毕竟那一记鞭腿实在是太过于猛烈，简直把力量运用到了极致。此刻即便搂着苏无忌，但他还是咳嗽了2声，一股腥甜的气味随之涌上了口腔。戴尔姐姐，你伤得怎么样？苏无忌问道。我没事。艾斯戴尔盯着场间的激战，声音无比轻柔，说道：你刚刚冲过来想要接住我，我都看到了。苏无忌：嗨，咱俩之间不要那么客气，我去。在喊出这一声的同时，一道极为隐蔽的血线在夜色之下一闪而过。苏无忌的大臂一扬，紫色软剑瞬间出手，吭，一道金铁交鸣之声在他的身前响起，一枚像是小拇指一样细窄的血色飞刃被打飞了出去。猩红之神在与杜西斯的激战之中，竟然还能有余力对着苏无忌精准地释放一枚暗器。这血色飞刃无声无息，和黑夜几乎融为一体，隐蔽性着实太强了。如果不是聚精会神地盯着战场动向，
苏无忌这一下还真的要中招。天知道猩红之神在这一记暗器上附着了多么强悍的力量。苏无忌只是将之打飞出去，整个手掌就已经被震得发麻了。然而这时候，猩红之神一拳轰在了杜西斯的胸口，旋即红色披风骤烈一甩，又是好几道血线从披风之下射出，朝着苏无忌狂飙而来。苏无忌还想甩出紫色软剑来格挡，艾斯戴尔直接发力扑倒在他身上，下方的树枝随之全断，两人从树冠上摔了下去，刷刷刷，7、8枚血色飞刃从两人先前所站立的地方飞过，没入了夜色深处。苏无忌落地之后，刚想翻身而起，艾斯戴尔却紧紧抱着他，瞬间横移出了10几米。因为一道血色身影已经出现在了他们两人刚刚摔落在地的位置了，实在是快如瞬移。轰！猩红之神一脚踏下，烟尘四起，一片1米多深的坑已然出现在了他的脚下。如果不是艾斯戴尔抱着苏无忌躲开，这一脚足以把后者踩成重伤。两人迅速翻身站起来，苏无忌深吸了一口气，看着地面上的坑，眼睛眯了眯。和这种天神交战，每一步都无比凶险。猩红之神的黑色面具转向了苏无忌，声音之中带着无与伦比的掌控感。我要列维的基因编码手册交出来，你可以不死。和杜西斯交战了好几分钟，他的声音和气息仍旧非常平稳，听不出任何的波动。苏无忌说道：你这种人所说的话，我一个标点符号都不信。猩红之神淡淡说道：我只要编码手册，你只要交出来，哪怕黑渊对付你，我也会替你挡住他们一次。这句话所包含的信息量可就太大了，毕竟结合朴善红之前所说的那些内容，苏无忌能推断出来，猩红之神和禁锢黑渊大概率是从属关系。但现在为了基因编码手册，猩红之神居然愿意和黑渊作对，哪怕对方只是愿意挡住一次，但也很能说明问题了。以苏无忌那擅长挑拨离间的脑袋，瞬间分析出了无数种可能。我不信。苏无忌说道：禁锢黑渊要是听见你这句话，怕是整个猩红神殿都要倒霉了。猩红之神的声音之中似乎不含丝毫的感情。我既然这么说了，就不担心他们会听到。苏无忌说道：杀了我，你就永远不可能知道基因编码手册在哪里了。对方虽然一亮相的时候杀机无比浓重，但此刻在明显占据优势的情况下，居然并未继续进攻。苏无忌大概能猜到，在这位天神的心里，基因编码手册的重要性远超那12个猩红神类的生命。猩红之神说道：杀了你，或者杀掉东亚叶皇，你选一个。苏无忌的眼神一下子变得危险了起来，而不远处夏子熙也是微微一怔。苏无忌沉沉说道：猩红，我已经把基因编码手册交给了华夏官方，你如果有本事就去华夏拿。猩红之神淡淡说道：基因编码在华夏的手里发挥不出任何的作用，既然如此，那就用你的命去和华夏官方交换编码手册吧。说着，他往前跨了一步，身上的气势陡然间升腾而起。猩红，你知不知道你这是在干什么？杜西斯吼了一声，再一次地冲了过来，挡在了苏无忌和猩红之神的中间。这位新兵队长抹了一把嘴角的鲜血，身上的气势也迸发了出来。他的战斗力真的很强，
甚至比艾斯戴尔更强，但是今天却遇到了个体战力极为强大的猩红之神。猩红之神淡淡说道：杜西斯，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些什么？杜西斯冷冷说道：我当然清楚。他们俩显然是老相识了。猩红之神的声音之中不含一丝感情。你这是站在整个黑渊的对立面，下场会很惨很惨。杜西斯嘲讽地笑了笑。用得着你来提醒我吗？我既然来了，能不知道后果？那你为什么还要来？猩红之神说道：我对你的印象还算不错，希望你不要做蠢事。我是为了报恩。杜西斯说道：你一个毫无感情的人，永远不会懂这些。传言由于后天的长期用药和基因改造，使得猩红之神已经泯灭了人类的正常情感，不仅没有情感，甚至没有感觉，尤其是痛觉。你不是我的对手，让开吧。猩红之神淡淡说道：我一直对你留手的。杜西斯呵呵一笑：那还真是我的荣幸了，毕竟这么多年来从来没听说过堂堂的猩红之神对别人手下留情过。说着，他腾身而起，重拳轰出。这一拳的威势极为骇人，掌心之中的惊雷狠狠爆发。在这无穷无尽的劲气里，猩红之神的披风再度猎猎飘扬，无穷的杀机重又充斥在这一片夜空之下。艾斯戴尔刚要动，却发现身边的苏无忌已经陡然间冲了出去。交给我。这一次他居然没用紫色软剑去偷袭，反而是攥起了拳头，冲进了飞沙走石的战圈之中。强烈之极的惊雷声已然响起，艾斯戴尔能够明显感觉到苏无忌的重拳在轰出之前已经比之前的威势更强了，这明显是他从杜西斯身上捕捉到的灵感，瞬间提升了力量爆发的效率。艾斯戴尔现在也明白了，在猩红之神到来之前，杜西斯特地用出了和苏无忌同样的招式，就是为了给后者提供顿悟的机会。这位新兵队长是来报恩的，全方位的报恩。苏无忌一入战圈，那弥漫的烟尘让他根本睁不开眼。可这时候，一片红色大旗陡然扫到了他的跟前，那就是猩红之神的披风。显然，这披风之上蕴含着强横的力量，要是被这玩意儿扫上一下，必然血肉模糊。在正面与杜西斯硬碰硬的时候，猩红之神还能分心对付苏无忌，随手一击都是十分凶险。面对这危险的攻击，苏无忌丝毫不躲，拳头重重地砸在了披风之上。这一刻，5个被他所练成的动作所产生的力量瞬间融会贯通，拳落之处好似惊雷炸响。那一件坚不可摧的血色披风开始如海浪般剧烈抖动。在感受到这样的冲击力之后，猩红之神轻轻咦了一声。杜西斯的笑声从烟尘中朗朗传来：可以，小影子，有进步。轰！下一秒，这位新兵队长便狠狠撞向了猩红之神。苏无忌的力量重新调集起来，再度砸向了前方。而猩红之神却转身一挥，似乎只是用大臂扫了一下，打在了苏无忌的拳头上，于是他便再度被打飞了出去。这一刻，艾斯戴尔腾空而起，准确地接住他。落地之后，戴尔姐姐又连续后退了好几步，才止住了身形。该死！
苏无忌吐了一口血，说道：这么狠的一拳都没能伤到他。艾斯戴尔却说道：不一定。而这时候，一直在树林之中观战的司机却往四周看了看，数道黑色身影正从树林之中嗖嗖嗖地穿梭而过，冲向了战圈。这司机眉头一皱，一下子便认出了这些黑影的身份，忍不住地脱口而出：天泉神位。在远处的树冠顶上，不知何时已经站了一个黑衣身影，他浑身上下散发出强大的气势，正静静注视着场间的乱局。乱套了，彻底乱套了。这司机深吸了一口气，立刻拿起了手机，登上了论坛，发布了实时战报：天泉奥丁现身罗马，